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HTC 2024的最新机种 HTC U24 Pro。今年这次 U24 Pro 可以说是全方面都被拉了一圈，规格有感升级。说在前面，我觉得这应该是自从 U20 以来 HTC 最均衡、系统最顺的一只手机。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其实 HTC 去年的 U23 Pro 在开卖后的评价都还不错，尤其到了通路、到了电信端之后，价格也都 OK。不过，如果你看像今年的 HTC U24 Pro， 那真的可以说是规格全面升级了。虽然依旧不是旗舰定位机种，但 HTC 今年用上了一颗符合均衡中阶水准的处理器，高通 Snapdragon 7 Gen 3。这颗 SoC 最大的重点就是拥有全新的架构设计，并且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打造。用数据来说，7 Gen 3在多核效能上比上代的7 Gen 1强上了26%，并且比最近中阶很爱用的7S Gen 2强上了20%。重点，7 Gen 3这个多核表现已经完全超越865，并且有着逼近888的表现啊。此外，7 Gen 3不只是 CPU 提升 ，GPU 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升级。7 Gen 3在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当中提升了86.9%。如果是跟最近很多中阶爱用的 7S Gen 2相比，U24 Pro GPU 效能更是直接翻了1.93倍，你没看错，接近翻倍的效能啊！重点，这个表现也已经超越888了。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颗全新架构，并且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的处理器，所以在同样设定下的续航表现上，更是直接比上一代多了32.4%的使用时间。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一颗 CPU 和 GPU 效能大幅提升，并且还更省电的处理器。好，开场就先讲到这里。说了这么多，究竟今年的 HTC U24 Pro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今年的 HTC U24 Pro 在外观设计上可以说是正反两面都完全大改啊！这次总共有太空蓝和暮光白两色。其中外观最大的改变就是萤幕从上一代边框相对粗的平面萤幕，换成了视觉上边框更窄的双曲面萤幕，跟上了近期一波中高阶上曲面萤幕的潮流。并且这次边框用料也来得更好，从上一代的塑胶换成了金属。比较特别的是 ，HTC 还采用了双侧倒角的设计。根据官方说法，这样的设计除了可以增加中框强度之外，相较起一般的曲面机种，在握持上会来得更稳。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上，这样的设计的确有助于裸机的握持，不容易手滑。不过因为是相对平直的切边，如果手比较小的朋友会显得稍微硌手，建议装个保护壳。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U24 Pro 有一个蛮特别的设计，就是虽然采用了曲面萤幕，但是 HTC 在顶部这里加上了一小圈的框架，并且在这个位置加入了听筒、环境光感应器以及很多朋友喜欢的 LED 提示灯，这次也被保留下来了。这个设计是真的蛮特别的，因为通常曲面为了追求更高的萤幕占比，就会直接做成隐藏设计，然后舍弃 LED 提示灯。但 U24 Pro 刻意做了小小一圈，把它缩在顶部一排，这个设计还真的是近期首次看到。而在机身配置上 ，U24 Pro 的按键集中在右侧，按键的稳定性不错。SIM 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3选2的设计，支援超有2张 SIM 卡达成双卡双待，或是你也可以插入最高支援2TB 的 microSD 卡进行扩充。重点 3.5mm 耳机接孔这次也没有少，通通都给你。另外，眼尖的朋友应该有发现，这次的电源按键就是一般的按键，没有指纹设计。没错 ，U24 Pro 同时也是 HTC 首款支援萤幕下指纹辨识的手机，虽然位置在中间靠下，但采用白光指纹辨识模组，速度也在水准之上。而在周边部分 ，U24 Pro 也随附支援60瓦的快充充电组，并且 U24 Pro 同样支援 IP67 防尘防水，在日常使用上也更加无忧。震动上居然也采用了线性马达，震动回馈依旧清脆。整体来看，以中阶来说，金属中框 IP67 防水，保留 3.5mm 的接孔，支援 microSD 扩充，还保留了实体 LED， 我觉得都是加分项。对了，这是正面这颗自拍镜头也有做黑化处理，质感跟上一代对比真的是肉眼可见。在外观上，我只有一个期待，就是背盖如果可以换成玻璃，质感应该也会再提升。不过说回来 ，U24 Pro 作为一只6.8寸的大手机，重量控制其实很不错，实测只有199克。
接下来我们来看相机。HTC U24 Pro 拥有3镜头设计，重点这次完全没有凑数镜头，这点先给个好评。3镜头分别是 f1.88 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这颗主镜头的用料不错，采用的是 Sony IMX890 感光元件。这颗感光元件也比去年那一颗1亿画素的 HM6 来得更大，来到 1.56分之一寸，并且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搭配祖传800万的超广角，以及惊喜的 f2.0 5000万画素的2倍光学变焦镜头。用的是三星 JN1 感光元件，不过没有 OIS 是稍微可惜的地方。此外，这次也支援了 AI 最佳合拍，也就是在拍照的时候，系统会多拍几张，接着你就可以帮每个人选择最好的表情。还有 AI 手势动图，也就是开启后只要比赞、比爱心或是比耶，照片上就会出现对应的特效，算是趣味功能。目前玩下来 ，U24 Pro 这组相机在日常上算好拍，尤其中间有2倍长焦，在望远表现上也是水准之上的表现。这边也提供大量的样张让大家参考。对了，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次在测试样张的时候 ，HTC 的 RD 们也正在最终的帮 U24 Pro 的系统调教到最佳状态，所以到时候上市之后，大家也可以到门市实际玩玩正式版的表现。这边也在提供夜拍样张让大家参考。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U24 Pro 拥有夜拍人像修复的演算法，可以增强夜拍下的人像细节。不过感觉在夜景模式之下，人像会有些过于锐化，所以我自己是建议选择人像模式拍摄，整体的脸部细节会更加自然。这边提供几组夜拍人像让大家参考。而在超广角上，这边也来几组样张，不过表现就是祖传800万超广角。这次的相机只有2点，希望后续可以 OTA 最佳化一下。第一点是在观景窗左右滑动切换模式的时候，需要等待切换完成才能再往下切，希望可以加上打断的逻辑，这样就可以连续切换到想用的模式，使用上会更加顺手。第二点是目前夜景拍摄完成之后，无法再拍下一张，只能等第一张算完才会释放出快门，希望可以做到背景运算，把快门释放出来。而在录影上 ，U24 Pro 最高可以支援 4K 30以及 Full HD 60的录影模式，并且在录影的时候，系统也会自动启用 OIS 光学防手震以及对应的 EIS 电子防手震补偿演算法。这边也提供一小段样片让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U24 Pro 另一大重点——效能测试。之所以我开头就在讲效能，就是因为 U24 Pro 除了用上一颗不错的中阶处理器之外，重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这应该是自从 U20 以来 HTC 推出过系统最顺的一只手机了。我们就直接来看测试。
我们手上的 HTC U24 Pro 搭载的是高通中高阶定位的处理器 Snapdragon 7 Gen 3，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打造，搭配 LPDDR5 12GB 的 RAM。储存空间上则是有 256GB 以及 512GB 两个版本可以选择。我们测试的是 256GB 的版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测基础效能。首先看到 CPU 效能，我们测 Geekbench 5 U24 Pro 拿下单核883分，多核3317分。这个表现相比上一代采用7 Gen 1，单核提升了 14%， 多核更是提升了 26.2%。对比今年中阶机种很爱用的 7S Gen 2 U24 Pro 在单核也强了 11.9%， 多核也有着 20.7% 的提升。前面也有提到，这个表现已经略微反超865，朝向888迈进了，并且 GPU 效能也迎来了大提升。我们测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U24 Pro 拿下1559分，无论是对比上一代的7 Gen 1，还是最近很常出没的 7S Gen 2，这次7 Gen 3的表现都有着 80%到90% 的提升，将近翻倍的效能表现，并且这个 GPU 效能也直接反超了 Snapdragon 888。这边也聊一下，如果你有在关注这几年中阶7系列处理器的发展，像是7 Gen 1啊，或是后来新推出的 7S Gen 2，那你就会发现正统血脉的7系列处理器效能好像都提升不大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7 Gen 3处理器值得关注。这个效能提升完全是被衬托出来的，也是久违的改款之作，效能明显好了一大截。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这次 U24 Pro 的储存读写速度也大幅提升，从上一代的读取1046，写入805，也是直接翻倍来到了读取1999，写入1613的表现。总之就是基础效能全部来到中阶以上水准的意思。而之所以会说这是近期最顺的 HTC 手机，就是从你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感受到7 Gen 3相比起7 Gen 1是真的流畅，尤其 HTC 搭配的还是原生系统。我们这边直接做几个实际场景的测试，像是安装 App， 我们找一个 1GB 大小的 APK 安装包，上一代的7 Gen 1安装完成耗时将近18秒，而 U24 Pro 这边实测只要6秒不到的时间就完成，只要1/3的时间。又或是相机的开启速度，相机的切换速度，又或是最有感的 App 切换回桌面的动画流畅度，对比之下 U24 Pro 真的非常顺，这真的是近期这几年 HTC 手机我用过最顺的一代。当然这个顺还是以中阶同级来说啦，但果然有一个好处理器真的是事半功倍。重点不只是效能变好，能耗表现也好了非常多。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游戏效能测试来看。花莲团队今天要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是 PUBG M， 经过我们实测，在流畅极限帧率模式半小时左右的游玩下，我们先来看上一代，平均帧数来到 59.6 帧，而 U24 Pro 这边平均帧数同样稳稳跑满，达到 59.7 帧，正反两面的温度也控制在37度上下。PUBG 对中阶来说是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啦。不过重点是看到功耗，7 Gen 1在平均 59.6 FPS 之下，平均功耗是 3.251 瓦，而7 Gen 3平均 59.7 FPS 之下，平均功耗只有 2.893 瓦。一句话就是 U24 Pro 在表现相同的前提之下，功耗还降低了 11%。接着我们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上一代7 Gen 1在中画质连续玩半小时之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35.1 帧，而 U24 Pro 这边连续半小时平均帧数来到 34.5 帧，结果略低一点点，但还在误差范围之内，所以重点就还是来看功耗了。上一代在 35.1 FPS 之下，平均功耗直接来到 4.869 瓦，而 U24 Pro 在相近的表现，平均 34.5 FPS 之下，平均功耗只有 3.591 瓦，也就是在表现相近的同时，功耗直接降了 26%。那这会有什么实际上的差别呢？那就是温度。上一代在半小时之后，机身表面已经来到 41.2 度了，而同样的条件下 ，U24 Pro 完全不热，也才37度。我觉得 HTC 这个效能释放是真的有点保守了。如果再开一点效能，7 Gen 3应该完全有稳40甚至稳45 FPS 的潜力啊。最后我们来测崩贴，中阶测3款应该很有诚意了。同样连续游玩半小时，表现跟原神的结论相近。上一代7 Gen 1在中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落在48 FPS， 而 U24 Pro 这边平均来到 48.4 FPS， 表现相近。重点还是来看功耗，上一代在48 FPS 之下，平均功耗直接冲破5瓦，来到 5.455 瓦，
而 URS Pro 在相近的表现，平均48.4 FPS 之下，只用了3.735瓦。同样在表现相近的同时，功耗再次降低了31.6%，省下了30%的能耗，表现非常可观啊。整体来说，7 Gen 3就是一颗能耗大幅提升的处理器，在中低负载之下，平均可以省下10到15%的能耗，而随着负载升高，最高可以省下30%以上的功耗。不过目前测下来 ，URS Pro 的效能释放感觉有些过于保守。我觉得如果放开来跑，原神应该可以稳40甚至稳45，没有太大问题。期待后续可以透过 OTA 再开放一点。最后，我们来看 3DMark Wildlife Stream 20人的压力测试，稳定度达到 99.4%， 正反两面温度也完全不热，大约落在34度上下。反正7 Gen 3的温度是真的蛮稳的，不会出什么乱子。而在续航力部分 ，HTC URS Pro 采用了一颗4600毫安时的电池，我们直接测最耗电的 Full HD 120Hz。URS Pro 拿下11小时6分钟，日常使用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相比起上一代的8小时23分，直接提升了 32.4% 的续航时间，这代是真的效能好，续航更好。而在充电上 ，URS Pro 同样支援60瓦的高瓦数快充，并且支援了15瓦的气无线充电以及5瓦的无线反向充电。经过我们实测，透过60瓦的有线快充，半小时可以充满 82%， 充电速度很快。加上最后10分钟慢速充电保护电池，完整充满也只要49分钟。生物安全辨识上 ，URS Pro 采用位置靠下的光学萤幕下主人辨识模组，速度表现常规水准。不过细节有顾到 ，URS Pro 可以直接在 Always On Display 的模式下进行解锁，所以就算是关着萤幕，也可以做到直接辨识解锁，并且这次也支援脸部辨识，速度一般表现，并且有活体和眼部检测的机制。WiFi 支援性上，根据官方规格表 ，URS Pro 的硬体是支援 WiFi 6E 的。经过我们实测 ，HTC 推出了一版新的更新，6 GHz 正式开通了。可以看到这边实测可以成功连上6 GHz 的频段，速度也可以来到极速2882 Mbps。接着，我们来看到影音娱乐。这次 HTC URS Pro 搭载了一块很大的 6.8 寸20:9的 Full HD Plus 120Hz 至中挖孔曲面萤幕，在系统中拥有60以及120Hz 两档可以调节。虽然这不是一块支援 LTPO 的萤幕，但是 HTC 也要做基本的60和120Hz 两档调节，也就是你在120Hz 模式下开启部分不需要高更新率的 App， 像是相机，系统也会自动调回60Hz 进行省电。不过 HTC 这个120Hz 给的相对激进，不会刻意锁更新率，这也是在使用体验上感到流畅的原因之一，不会有突然被锁回60Hz 不舒服的感觉。而在萤幕表现上，我们首先来测亮度。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URS Pro 在设定选单中有一个阳光模式的开关，打开后亮度就会来得更亮，并且阳光模式是在自动亮度之下也可以开启的。经过帮你实测，URS Pro 在强光下的全萤幕亮度可以达到约1100尼特的表现，上一代则只有580尼特，有感提升。而在强光 HDR 峰值亮度上，经过我们实测 ，URS Pro 可以达到1400尼特的峰值表现，也比上一代被限制在500尼特上下大幅提升。这块萤幕也达到中阶同级水准之上的表现了。而在色域色准上，我们全部模式都测了，这边就只讲重点。经过我们实测，这块面板的原生色域表现可以达到100%的 sRGB、93.2% 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DCI-P3。色准部分 ，HTC 在系统内提供了2档以及1档的自动模式调整。不过经过我们实测 ，URS Pro 的所有档位都是偏向讨好眼球取向的风格 ，CCT 都落在7800K 左右，明显是更加讨好眼球的冷白风格。而在显色色准上，相蓝色 sRGB 模式之下，紫色可以达到100%的 sRGB 色域覆盖 ，CCT 落在7800K 讨好眼球，所以色彩丢塔1上也有影响，平均丢塔1只有 5.59， 这个数值我们会希望是小于2的表现，最大丢塔1则是9。而在 P3 模式下，实色可以达到100%的 P3 色域覆盖，同样是7800K， 在色彩平均丢塔1上达到 3.69， 最大丢塔1 8.93。整体来说，目前测下来 ，URS Pro 并没有给特别准的模式，只能算是日常游戏够用的程度。但是在亮度表现上达到同级前段班的水准，显色能力也算不错。最后在音效上 ，URS Pro 同样保留了招牌的双喇叭配置，并且 3.5mm 耳机接孔也保留了下来。以下也提供外放实测让大家参考。
准 HTC U24 Pro 就是全面升级到主流水准的一代，包括采用了一颗水准之上的处理器，可以说是效能明显更好，还省电更多，也让系统流畅性明显获得改善。不过目前在游戏效能释放上稍微保守，虽然这让 U24 Pro 几乎没有发热问题，但若能稍微拉高释放，游戏效能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不过这代的续航力是真的好，直接比上一代多了30%的续航时间，重点60瓦的充电速度也还蛮快的，半个小时就能充满80%以上的电力。萤幕部分不只是换成曲面，重点是亮度表现大幅升级，峰值亮度也来到了主流水准，并且还加入了阳光模式，可以手动拉高亮度，同时细节也有顾到，目前在 LOD 之下就可以直接进行指纹辨识，这点是真的好用，顺手很多。最后整体的规格配置也是该有的都有，包括 3.5mm 的耳机接孔、microSD 卡槽、LED 指示灯都获得保留，并且支援 IP67 防尘防水，还换成了金属中框，只期待未来背盖也可以换成玻璃，质感应该还会再拉高一圈。最后的最后，身为 HTC 的亲儿子 U24 Pro 也预载了新一代的 Viveverse and AI 的新功能，官方叫做 AI 动作捕捉舞蹈体验，可以直接透过手机的相机进行动作追踪，并且在 Viveverse 当中让虚拟替身动起来。不过目前还在 beta 版的阶段，我们还无法实际拍摄体验，官方是说后续将会上线提供更新。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次可以测试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内容，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